接下来我们看看藻类的繁殖方式。繁衍后代是生命的特征之一，藻类自然也不例外。由于藻类独立生活的个体有单细胞与多细胞，随着细胞分化与功能上的不同，存在着多样的无性生殖与有性生殖的方式。有的藻类终其一生，它只有行无性生殖，也有的藻类只行有性生殖，还有许多的藻类在生活史当中会同时存在的无性生殖与有性生殖。和有性生殖比较起来，无性生殖的过程缺少了雌雄配子相遇结合的这个时期，同时也不会进行减数分裂。而蓝绿藻是所有藻类中它只有无性生殖而不具有有性生殖的藻类。藻类的无性生殖有几种基本的形态。第一个看到的是细胞的二分裂法。就单细胞藻类而言，它从一个个体直接分裂变成两个个体，这是最常见的生殖方式，而且是最简单的。经由二分裂产生的新个体会与原来的个体外形一致，而且大小也相同，同时它们也都具有来自亲代相同的遗传物质。而二分裂法在产生的同时，它们可能是纵分裂，也有可能是横分裂的方式，这要看种类而定。第二个无性生殖的方式是产生游走孢子跟净孢子。有些绿藻或是黄绿藻，当要繁殖产生子代时，会由原先行营养生活的母细胞，或是这个母细胞转变成游走孢子囊后，进而在母细胞或是这个孢子囊内产生数个游走孢子。游走孢子是会游动的，所以顾名思义，也有人称它为动孢子。通常它具有鞭毛，鞭毛的数目从一根到数根都有。而净孢子的生产方式很类似游走孢子，只是在营养母细胞中，当它要形成时，没有办法产生鞭毛而失去游泳的能力，所以它的子细胞是具有独立的细胞壁的。例如绿藻的微胞藻属就是属于这个类型。接下来的第三种无性生殖的方式，我们称之为室亲孢子。所谓室亲孢子，就是它的孢子的形态跟它的母细胞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它在母细胞内产生的不运动的孢子，并在离开母细胞的同时，已经具有和母细胞相同的形式。这个细胞很像净孢子，但是它差别在于净孢子是有游动的潜力，而室亲孢子是完全不动的。大家还记得我在之前介绍藻类形态的小单元当中问了大家一个小问题：定型群体的藻类要如何繁殖下一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了答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室亲群体它们要怎么样繁殖下一代。这个通常也都是属于无性生殖的一种。定型群体的藻类通常是以室亲群体的方式来完成无性生殖的，也就是说，藻类是属于定型群体的，固定的细胞数中的任何一个均有机会直接产生相同的细胞数，差别只在于新个体的体型要比原来的亲代小很多。此一过程是当亲代的藻体其中的一个细胞开始分裂，藉由细胞中的重复分裂，直到子细胞数跟亲代的细胞数一样后，再开始发育生长，成熟后再从母细胞被释放出来。释放出来的子细胞的母细胞就会呈现出中空的状态。这样的藻类像绿藻中的炸藻跟盘星藻都是属于这个类型。盘星藻与炸藻都是淡水湖泊或是水塘中常见的绿藻，它们的外观都是由固定的细胞数所组成的定型群体。所以当盘星藻在繁殖的时候，其中的某一个细胞就会产生一个跟它原来的母细胞一样数目的定型群体，但是个子会小很多。藻类的无性生殖还有一种我们称之为断裂生殖，它是发生在丝状体的藻体或是一种非定型群体的藻类上，直接由一列细胞断裂成两段或者是数个段落，而且每一个段落都具有能力再发展出新的个体。另外，有些大型藻体在受损后的部分片段，它如果能够继续生长，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断裂生殖。藻类的无性生殖还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后壁孢子，
这样的生殖方式，我们通常发生在蓝绿藻以及绿藻的种类上，由原先的营养细胞经过了细胞壁增厚，借此来抵抗外界环境的恶化，例如环境中的光照不足或是营养不够的情况。这样的可以算是藻类在进入休眠阶段时候的一种无性生殖方式。厚壁孢子可以忍受干燥、低温或是比较长时间的无氧环境，但细胞内能存在有氢带的遗传物质。当环境适合藻体生长时，会在由厚壁孢子的两端萌发，产生类似原来藻体的形式。藻类除了无性生殖之外，还有有性生殖。有性生殖提供了氢带遗传物质重新组合的机会，因此在有性生殖的过程当中会产生雌雄配子，然后进行结合，形成结合子。结合子会再发育成藻体。藻类产生配子进行结合的生殖有3种基本的形式。雌雄配子的样子跟我们想象中的有时候不太一样，雄配子并非像精子一样的构造都带有尾巴，而且有可能雌雄配子的外形都是相同的。像这样的相同的同型配子的结合方式，我们称之为同配生殖。另外，那要如何分辨同配生殖里面的配子谁是雌谁是雄呢？这时候我们并不会以雌雄配子来称呼，而是以正负号来表示。至于谁正谁负，那就无所谓。我们所熟悉的单胞藻，有很多人也常称它为一藻，它就是属于这种同型配子生殖的方式。另外一种有性生殖的配子结合方式，是配子的外形相似，但是它们的大小不太一样。而这2种游动形式的配子，通常小的我们会称之为雄配子，而大的就称之为雌配子。雌配子的游泳能力通常比较弱，雄配子就会游去找雌配子结合，而这样子大小不一但是外形相似的结合方式，我们就称之为异配生殖。有些单胞藻也会行这种类似的生殖方式，还有一种大型的海藻，像松藻。除了同配生殖跟异配生殖，另外还有一种形式是软配生殖。顾名思义，软配生殖的方式里面，只有一个配子是带有鞭毛的，它会游动，那个配子叫做雄配子。而不游动的配子体型较大，我们称之为卵。所以当游动的雄配子去找卵结合产生的这样子的异卵配生殖，跟我们印象中的所有的生殖方式是比较接近的。大家看看这张图，它是一种刚刚提到的松藻的生活史。松藻生活史里面是有很多阶段依序连结而成的，其中配子的结合的形式是属于上面哪一种类型？答案是异配生殖。你答对了吗？